大肆屠城，吞食人肉，魔鬼皇朝竟也当过好人，不仅为百姓带来了希望，还除掉了威胁中国600年的隐患。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咱们现在来说一说。话说这个黄巢出生在曹州渊距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曹县。因为家里贩卖私盐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因而呢，黄巢从小就有机会练得剑术、马术。此外，在文学方面他也极具天赋，传说5岁时他就能对出精妙的诗，因此黄巢也称得上是文武双全。而家里人呢，对他也是寄予了厚望。但是成年后的黄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了，这让他感到十分愤怒，也恨透了科举考试制度，于是提笔写下《不第后赴举》这首诗来抒发自己的不满与壮志。相信大多数人可能都对这个诗名感到陌生，但是一定听过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句诗，而这也暗示了黄巢未来选择的路。因为没能成功出道，黄巢被迫回家继承家产，成为了当地盐帮的首领。因为生意需要，黄巢每天都在与各类人打交道，这也让他积攒了很多人脉。黄巢的人生真就这样安稳度过吗？当然没有。公元874年，国内各地爆发水灾，地方官员隐瞒不报，而昏庸无能的唐懿宗还在大力征税，这让百姓们苦不堪言。就在这时，王先知和尚君长2个私盐贩子发出号召，希望众人共同反抗，一时间竟有几千人响应，一场起义运动也就此展开。从长垣县开始，起义军一路攻克了曹州、蒲州。此时身处曹州的黄巢眼见起义军浩浩荡荡，便带领侄子外甥召集数千人，组建了一支队伍，命名为草军，加入起义队伍。在征战城池的过程中，不断有人投靠加入，几个月的时间，草军竟然发展到了数万人，这也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。公元876年，朝廷派遣宋威讨伐起义军。在新州城外，王先知带领义军与宋威军队展开了一场厮杀，但因为义军大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，最终王先知大败宋威，带领残余部队慌忙逃命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宋威并没有乘胜追击，相反带兵撤退，还上报朝廷，谎称王先知已被击杀，各路援军可以遣回。就这样，王先知和黄巢部队得以喘息。年过半百还能被封为杀神，黄巢究竟做了什么让人如此毛骨悚然？话说，经过短暂休养后，黄巢和王先知决定带军攻打河南。起义军气势汹汹，不久便占领了河南多地。此时朝廷委派王铎担任主将，继续镇压起义军。期间呢，王铎安排兵力分别驻守汝州、邓州等地。见此机会，王先知集中兵力大力猛攻汝州。没等唐军支援到位，王先知已经占领了汝州。朝政大震，眼看硬的不行，唐僖宗呢干脆来软的，于是派人和王先知和谈，告诉王先知不仅不计较他的所有罪责，还会封他做大官。这让王先知很难不心动。想到自己近年来拼死拼活，为的就是能够有一片大好前程，如今这个机会就在眼前，王先知不想轻易放弃。但黄巢听说以后，心里是十分的不满，都是大哥，凭什么只招安他王先知？于是黄巢开始道德绑架王先知，说他怎么能不顾一众兄弟的死活，自己去享受荣华富贵。这些话说的把王先知推到了众矢之的，手下的兄弟也纷纷出言指责王先知。王先知只得忍痛拒绝归降朝廷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黄巢和王先知2人已经是面和心不和，此后的作战更是分开行动。实际上这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实力。公元877年，黄巢带领军队攻打河州，但因为作战失利，黄巢部队被迫转移。另一面，王先知则带领军队攻下了洪州，但在攻打潭州时被唐军击退。于是呢，王先知一众转移到了江西。此时朝廷重新重用起宋威、曾元玉，王先知自知不是对手，便派人来向宋威求和。
宋威表面上答应了王先之的要求，实际上偷偷派兵杀掉了王先之的部下上君长。王先之大怒，带兵攻打洪州，却在对战时被宋威击杀，而跟随王先之的起义军也遭到了屠杀。王先之死后，起义军只剩下黄巢这个老大哥，于是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，黄巢自立为黄王，并带领起义军四处抢劫。但在江西、浙江等地，黄巢部队遭到了唐军的打击，为了自保，黄巢主动归降朝廷，还被封为了右卫将军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，黄巢觉得唐朝实力也不过如此，便又进行了反叛。这次黄巢带领军队打到了江西，与旧部队会合后，接连攻克了几个州，而每攻下一个地方，起义军便会大肆屠城，烧杀掳掠，样样不落。朝廷连忙下诏，派遣高骈进行镇压。公元879年，黄巢带兵打到广州，却在城外按兵不动。他向城里的节度使写信，要求朝廷册封他为天平节度使，但朝廷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他退而求其次，表示册封为广州节度使也可，但朝廷依旧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只愿给他一个4品官职。黄巢也不干了，立刻率兵在1天内攻破了广州城。究竟是匡时济世的英雄，还是杀人不眨眼的狂魔？性情残暴的黄巢竟也做过一件好事，消除了危害中国的隐患。话说，占领广州后，黄巢一反常态，没有祸害百姓，而是对留守在广州的外国商人重拳出击。当时的广州往来贸易繁荣，许多外国商人居住在这儿。黄巢进城以后，不仅下令抢夺他们的财宝，还大肆残害他们的性命。据记载，有近20万外国人死在了起义军刀下，其中阿拉伯商人损失最为惨重。当时有位阿拉伯人侥幸逃脱后，还写书记录了这件事。公元880年，为了壮大势力，黄巢带军转战各地，一路上收纳了不少人，队伍发展到了20万人。唐僖宗连忙调任兵力，协助高骈作战。在唐军的打压下，再加上瘟疫爆发，起义军情况十分危急。这时黄巢灵机一动，一方面贿赂高骈的部下张林，让他缓慢行军，另一方面又写信给高骈诈降。而高骈呢，也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竟上报朝廷，称起义军已经被平定，无需再派遣军队支援。而黄巢再次故技重施，等起义军恢复元气后，绞杀了张林部队，突破重重包围。这下起义军一路势不可挡，直接杀到了长安。文武百官听闻消息，四处逃窜。唐僖宗也在侍从的掩护下逃到了咸阳。而黄巢占领长安以后，在含元殿登基，改国号为齐。为了获取民心，黄巢派人安抚百姓，声称黄王宅心仁厚，胜过李唐皇帝，并不会伤及无辜。然而打脸来得太快，没过多久，黄巢军队就暴露了真实面目。史书记载，攻入长安城后没多久，黄巢竟要血洗长安城，让手下将城中的精壮男子全部杀尽。一时间城内惨叫不断，而下场最为惨烈的还是城中还没来得及跑路的门阀士族。在当时，门阀士族颇有地位，他们把控着科举考试，让许多下层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入仕做官。多少人的梦想被这些士族踩在脚底，而黄巢也曾是其中一个。如今有了机会，黄巢自然要报复回来。于是呢，他派人对那些士族赶尽杀绝，制造了许多灭门惨案，这也让门阀士族遭到了重创，不久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而祸害中国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也因此逐渐消亡。虽然黄巢一生作恶多端，但也不可否认，他还是做出了一些贡献。